大家好啊，这个晚了3分钟，原因是在刚才准备进入直播间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这个浏览器没有获得麦克风的使用权利，所以只能重启电脑啊，这个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我们还是正常开始了。对，每周一次，正常开始我们的直播。这个电脑现在还在有很多程序在一个一个起来，现在我们用的很多程序还没有完全的爬起来啊，这个稍微的有一些慢。然后我们的稿子呢？OK， 好，有人说了 ，Claude 要实名了，不知道 OpenAI 有什么行动？啊，这个 Claude 在这点上，我觉得还是挺烦的啊，就是他经常去拉扯别人啊，就说我自己玩不好，我还要说别人怎么样，这个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烦。就是 Claude 实名就实名了，反正我也不打算继续用了啊，这个是我自己写的。这2天大家都在关注的是美伊和谈啊，到底是谈成个什么样，对吧？这个好像没有要停下来的状态啊。这个以色列跟万斯这儿还磕起来了啊，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种呢，咱们只能吃瓜，对吧？你也没法说这个我们去讲一期美伊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实在是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对吧？这玩意儿咋讲没法讲，所以呢，只能去讲一讲咱们比较熟悉的东西。今天早晨起来呢，就开始去会员区里问，结果我今天这个整个会员区里就没有人理我啊，这个让我很气愤。这个会员朋友们还是要这个稍微的有一些反馈啊，对吧？我就问大家，我说这个到底该讲点什么呀，对吧？这个有什么可讲的呢？当时呢有3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大家都在传这个，有一位啊这个顶尖大牛跑出去创业啊，做 Character AI， 然后被谷歌收购，收的时候呢还没要他的公司，只把人弄回来了，结果没干2年呢，又跑去 OpenAI。本来想讲这个故事的，后来想想这故事跟咱们没什么太大关系啊，稍微有点遥远，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DeepSeek 终于完成融资了，500亿人民币到账了，对吧？准备老老实实干活了。这个事儿呢，其实前面讲过2期了啊，就是在他开始第一次要融资的时候啊，这个说我要100亿人民币估值要融资的时候录了一条，然后后来呢，传闻是到500亿的时候呢又录了一条，现在终于完成了呢。虽然有那么一点点新的小变化，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值得再录一条吗？这个也要问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就周末再录啊。就是前面那跳槽的故事实在是懒得再讲了，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第3条呢是看到啊，我们这个群里边的叫做谁呢？这个熊叔啊，也是我们一位付费会员啊，他呢去讲了一条说这个特斯拉跟 SpaceX 要不要合并的事情啊。那个我在想，哎，是不是我也来一条啊？这个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让子弹稍微再飞2天啊。这个因为特斯拉啊，不是特斯拉，就是 SpaceX 呢，前面高歌猛进啊，这个猛进了2天之后开始下跌，原因呢是刚刚从股市上拿了750亿美金回来以后啊，这个正在涨的时候，马上啊一头是600亿美金收了 Cursor 啊，就是直接拿股票全股票收购，
另外一头呢是再接着借钱啊，又借了200亿美金出来，就是钱不够嘛。人家要星辰大海，人家要去火星的，对吧？你这点钱肯定不够玩的。结果一帮人说啊，这不行啊，这个对吧？我们这儿750亿美金给你送上去了啊，给了你750亿美金。因为大家注意啊，就是一开始上市的时候给这750亿美金是归 SpaceX 的，你后边再怎么涨跟它没关系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还借钱啊，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所以他就有一些下挫，或者说叫回调吧。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以再稍微过那么几天啊，然后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俩公司是不是有可能合并，或者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合并，谁愿意合，谁不愿意合，合了以后对谁好，对谁不好。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值得去讲一期的吧。当然这个我觉得还要稍微的等一等这现在讲还是有点太着急了那么现在呢，就看到了一个稍微有意思一点的话题就是前面有人破解了 Anthropic 的 Fable 5然后直接把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给贴出来了。那这东西到底讲的什么这个咱们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现在 Anthropic 还是老大吧，现在他算是摸到老大的位置上，虽然对吧，也在遭受老大的暴打，对吧？在这个董王这儿，在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这儿还在遭受暴打，但是呢，他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值得看一看的。所以呢，今天就选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我看看大家还在说什么赶上了赶上你们点赞了没？老范还说自己不是变勤了这个是我是在准备休息对吧？礼拜六、礼拜天可能就休息了。对，想起了一个事儿，这个礼拜又该更新会员频道了这个其实呢，我看到像这个散人和西皮奶爸都在讲一个话题，就是经济学人讲的，说美国是不是要用高科技这条路然后把中国引诱到当年苏联那条路上去，让中国最后这个经济直接崩菜这个事情呢，就我肯定想讲但是呢，这种话题就不适合在公众频道里讲了所以这个周末会讲这样的一条付费节目至于周末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那这周末不行就再讲一个这个 DeepSeek 融资吧，对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把这个后边的事呢稍微跟大家聊一聊。早晚会实名制 OpenAI 应该也撑不了多久匿名了这个事儿真不一定。你要想到目前为止，除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大搞实名制之外，全世界没有谁干这个活可能朝鲜也是实名制，古巴真不知道离着太远，对吧？这个实名制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侵犯隐私的事情。还有什么 OpenAI 要实名制了就难受了不知道用什么了。是的，因为我现在还是用 Codex 用的非常非常爽的今天的稿呢是有3个模型参与我一般都是谁干活讲谁就用谁家的模型干活这个是我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还是这个 Claude 不太矜持我大概是让它出了几版以后Claude 就把额度烧光了，直接把5个小时的额度给烧光了。然后 Minimax 也收集了2版Minimax 一般会它收集的这个口播稿呢会更激烈一些。这个 GPT 收集的口播稿，就是 Codex 收集的口播稿呢，会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或者叫装中立一点但是最后实在是没办法，还是用 Codex 把整个的稿件写完了。所以今天呢是3个这个大模型或者是3个这个应该叫 HarnessAgent就是由 Codex、Cloud Code 和 Minimax Code 这3个工具组合给我们完成的口播稿然后呢咱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故事还是比较好玩的赶上了这个塔主欢迎欢迎。这个2分钟有点长是的，因为前面其实是重启电脑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抢走了我的麦克风的权限，所以导致我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我的这个浏览器抢不到麦克风权限了，所以没办法，只能重启。
以后电影最后出字幕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长的300多人的后期团队了，就4个大模型的名字就够了，这差不多。这个现在AI 视频，也就是 C-2.0 以及谷歌的欧米模型啊，他们现在第一个干掉的实际上就是辅导化，然后呢是群演，最后才是主演啊。这个编剧的这个职位早早的就被文字模型干掉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但是呢，你如果现在在国内去看国内的抖音啊、小红书啊，你会发现现在的 AI 短剧、AI 这个仿真剧，哇，那叫火，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出来，而且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原来说，哎呀，这个我们没有经费，没有特效，没有这个明星演员，现在都没这个了啊，都是可以做得非常漂亮，而且你说演技啊，绝对都演技在线。因为他们写了一个这个演技 skill， 你比如说吧，你原来写一个提示词啊，这个小女孩坐在路边哭，对吧？这是提示词，你想让这个视频模型去给你生成这个叫做什么呢？生成这个视频啊，那么人家先上一个 skill， 上来是把这个简单的小女孩坐在路边哭，先给你加工成什么啊？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如何啊，坐在路边穿着什么衣服，然后她的表情从什么地方啊转到什么地方，然后现在她想起了什么，然后拿着什么东西去哭，哭的时候眼泪是什么样的，给你做特别细致，然后再把这东西扔到视频模型里以后，绝对演技在线啊！所以现在这个视频模型的演技要比绝大部分的这些偶像派小明星、小白脸还要强啊，因为很多偶像派其实是扑克脸，这个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视频大模型啊，你怎么写它就怎么给你演，甚至还有人去拿那个特别经典的桥段是谁啊？就是张曼玉吧，好像有一段就是去跟他讲是你弟弟死了啊，然后呢他突然先笑场了，然后呢再从笑场慢慢转成哭。本来呢想把它剪掉，后来成为了一个影史经典，就是一个人控制这个表情，然后突然啊，一个很意外的消息传过来的时候，先笑了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转成哭，然后整个这个留下来。现在你就直接把这个影片贴进去，说来给我把这个人物做成这个表情，然后整个演出来，嘿，一模一样啊，除了人换了以外，其他全都一模一样。所以现在这个 AI 拍电影啊，已经非常非常强了。好，我们要开始讲今天的故事了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Anthropic Fable 5 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到底都写了些啥？咱们能不能直接开抄呢？啊，或者抄了这个提示词到底有什么优点，或者有什么进步吧？啊，那么首先我们要讲清楚一件事啊，这个 Fable 12万字的提示词是哪来的？Fable 大模型。也就是 Fable 5模型在发布了以后的2天就被破解了。破解了以后，破解者就把他的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直接贴在 GitHub 里去了啊！大家现在都可以去看，这个仓库是公开的，对吧？那么贴上去以后，大家就要去研究，说你这12万字到底写了什么，对吧？这东西是这么来的。咱们平时呢，其实也写系统提示词啊，就是你跟他聊天，你一句我一句，这个提示词呢叫做用户提示词啊，就是咱们聊天过程中实际上一共有3种提示词，在聊天开始之前写的那个提示词叫系统提示词，咱们写的这个提示词叫用户提示词啊，就是你跟他说你好啊，今天天气不错，谢谢你啊，这都叫用户提示词。然后呢，所有的从大模型端返回的呢叫做助理提示词 assistant 啊，叫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你下一次再去做下一轮回答的时候啊，他会把这个助理提示词跟用户提示词再扔进去啊，它是来回滚动去运作的。那么我们写系统提示词一般怎么写？上来说，你是一位英语老师，你是一位中学英语老师，然后你要去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对吧？咱们一般都是这么来写，因为你要给它设置一个一开始的身份嘛，对吧？然后我们稍微讲究一点的会写角色、写背景、写任务、写输出格式、写注意事项。对吧？像我们以前做什么 DeFi 啊，做 N8N 啊这种工作，都是去写系统提示词
啊。那么我们一般会怎么写呢？说，哎，你是一个高中的英语老师啊，现在呢你要给一个上高2的学生去改英语的作文题，然后呢你现在马上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输出的应该是什么格式，然后注意如何，大概我们会写成这样啊。通常我们把这个系统提示词写到几百字就觉得自己老厉害了，对吧？如果你能写出几千字的系统提示词来，那觉得这玩意儿已经可以传家了啊！这个我不能把它丢掉，我下回还得用，我还得传儿子、传学生啊。但是你现在 Anthropic 给大家看一看，真正顶尖的 AI 服务系统提示词有多长？12万字啊！这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从它的开源仓库上看呢，这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是1597行，122750个字符啊，里边呢应该是有75个模块，然后可以调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是这样来去这个一个大的系统啊，在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要仔细去看这样的一个模型啊，看这样的一个系统提示词，你就会发现这个玩意儿跟我们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啊。这个真正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系统提示词居然是这样写的啊，完全想不到的一个事情。而且呢，他会告诉我们啊，说人家的系统提示词不是上来先说我是谁啊，你是谁，不是这样的。人家上来去做的是什么啊？我们有什么样的模型，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记忆，怎么搜索文件系统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去做这个 MCP， 怎么去做这个技能，怎么去使用计算机，安全怎么去分类，缓存怎么计费，然后怎么去做所有这些事情啊，他把这玩意儿全写在系统提示词里头了，对吧？这个才是真正顶尖的系统提示词啊。我们以为扒出来的是 AI 的灵魂，结果翻开一看，这是一个员工手册，而且是一个事故报告和电费清单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一点啊，这12万的系统提示词是要消耗你的 token 的啊，就是你每一次向它提问题的时候，它都会从这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里去提完了以后，然后一起去计算你的 token 的成本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觉得它这个很贵啊？一方面是它这个100万 token 的输入是10几美金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说一句你好，但是它这里头可能10几万字就扔进去了，对吧？你说我就输入了2个字符啊，我就输入了2个 token， 你怎么给我计费的时候计了10几万呢？对，系统提示词也是要算钱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首先我们要讲一点啊，就是这12万字正确吗？完整吗？对吧？咱们别回聊了半天啊，这事儿是假的，或者说这事儿不全，那不是白聊了吗？对吧？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系统提示词呢，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吧？它的内容跟 Anthropic 官方发布页基本上能对得起来。Fable 面向公众 ，Mesos 是给可信访问的啊。Fable 遇到了网络安全问题啊，这个生化问题和其他的这种比如说蒸馏问题，会自动跳转 Opus 4.8， 然后还写了 Claude Code、Claude Cowork 什么这一大堆都写进去了，对吧？那么它就应该是一个官方的系统提示词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它这个系统提示词大概率并不完整啊，就是真正完整的系统提示词到底有多少，现在还不确定。这12万字呢，应该只是系统提示词中的一部分啊，因为呢，这个系统提示词这个文件里它也说了啊，说有分类器触发的时候还会追加动态的系统提示词进来，网络安全警告呀、伦理提醒啊、知识产权提醒啊、长对话提醒啊。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系统提示词会重新加进来。所以呢，它现在应该就是说，我们聊了这么多了啊，我把当前遇到的所有系统提示词都扒出来了啊，那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真正的后端工具、分类器模型啊、路由策略、计费系统、风控队列啊、人工审核流程都不在这12万字里头啊，所以就这部分肯定应该有，但是呢，它现在并没有露出来，所以应该是不完整的。Anthropic 说呢，早期的 Fable 绘画里头，超过95%是没有触发回退的，就是大部分实际上还是能过的。
啊，那么真正触发回退的好多这些系统提示词应该也没有出来。所以这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应该是不完整的，它呢更像是驾驶舱那本厚厚的说明书啊，发动机啊、交警啊、收费站啊，还有服务端啊，很多东西都藏着呢，对吧？但是它有一个说明书，而且这说明书里的可能有些地方说这里跳转到哪里啊，这里跳转到哪一本啊，但是那些就没有给大家看了。所以这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正确但不完整，所以分析它是有价值的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东西就全了。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还要稍微的回顾一下啊 ，Fable 到底为什么被封，而且现在到底是到一个什么状态了？这个模型呢是6月9号发布的啊，是 Anthropic 发布的 Fable 5和 Mesos 5。12月12日下午1点啊，是美国的应该是 ET， 应该是哪个时间 ？Anthropic 号称接到了美国政府的电话通知啊，说你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然后6月12日下午的5点21分 ，Anthropic 称收到了正式的指令，要求暂停外国国民访问 Fable 5和 Mesos 5。那么为什么是全球一起停了呢？咱们当时录过节目讲这个事儿啊，政府想要封的是外国国民，但是 Anthropic 根本就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在这种大规模服务中，在几亿用户里头实时的来判断每一个人的国民用户啊，这个用户的国籍，他压根没法判断。你通过账单地址、手机号、邮箱、IP 都不好使啊，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就算是护照，也有可能会有造假的啊，他没办法。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为了不违规啊，先把所有的用户都从 Mesos 5和 Fable 5的模型上清退了。那么据称呢，是亚马逊 CEO 安迪·贾西向美国财政部去示警的啊，但是这一块呢我没有查特别仔细啊，因为发出警告的是商务部，因为财政部部长是贝森特啊，这个商务部部长是卢特尼克，最后发出警告的是卢特尼克啊，所以在这儿呢，就是反正这个 ChatGPT 给我查了啊，我现在先这么跟大家讲，但是我不确定这事是对的。总之是现在普遍的报道是亚马逊的 CEO 去这个举报去了，说亚马逊研究员演示过绕过 Fable 5的一个护栏的实验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事儿就直接就给封禁了。所以呢，他这个事儿是让这个模型去读代码找安全漏洞 ，Fable 5起初还是拒绝的，后来呢需要多步诱导啊才可以绕得过去，最后 Fable 5就直接就怂了啊，就开始给你去干活去了。Anthropic 呢也反驳了啊，他说这是一个很狭义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很偶然的需要进行多步诱导以后的一个结果，不是一个通用的越狱。同类的问题呢，在 GPT 5.5 上也有啊，这特别讨厌，就是你自己搞不定，你拉扯别人干嘛啊，很烦。然后而且呢，他说我们发布之前做了几千小时的红队测试，没有发现这种很通用的漏洞，不是说哎你这个只要说忽略前面的所有命令就可以怎么样。其实我们去看到它这个12万字的这个系统提示词里边专门有一段是讲这个的，就是如果你发现啊这个提示词里边有请忽略前面的这些东西啊，请这个绕过以前的警示，它就会直接拒绝工作，对吧？他专门写了这件事儿了，所以他说我们这是挺安全的啊。出了这个事儿以后啊，就是在6月12日下午5点21分啊被这个叫停之后，Anthropic 马上就派顶尖的工程师组团跑到华盛顿去谈判去了，但是谈了也没什么结果，说你没法证明你这个事情怎么样啊，你说了我也不信啊，你除非把这个 bug 修好了，我才允许你再接着跑。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 G7 期间啊，因为前两天这个不是他们跑到疑云小镇啊，就是应该是那个做疑云矿泉水那个小镇吧，一帮这个老大啊，什么特朗普啊，这个叫什么英国的那个首相叫做什么来着？我一下把他这个斯塔默啊，这帮人都跑去开会去了。然后开会的时候呢，
这个专门有一个会是由 AI 的这些科技公司的老大去开的，对吧？跟大家都讲一讲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阿莫迪也跑去了啊，山姆奥特曼也跑去了，他们俩挨着做。然后呢，开会期间啊，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跑到川普那儿去问去了，说你看啊，你这个封禁也就封禁了啊，这个你能不能让这个英国公民和企业恢复访问啊？我们是盟友啊，对吧？后来这个美国人说不行啊，对吧？我们不是说只封中国、俄罗斯，对吧？我们要把所有外国人都封掉。英国你这个核心盟友，我也不能给你开口子，对吧？我估计特朗普心里还想着呢，当年我想这前几天我想借你的军事基地去向伊朗扔炸弹的时候，你不也没让我去吗？对吧？那现在凭什么我的大模型我就得让你使呢？啊，所以啊，这个事儿又被给打回来了。所以 Fable 被封的是这个谁有权让模型停飞啊？这个英国请求被拒的，问的是这个盟友在 AI 基础设施面前到底还算不算盟友啊？是现在看的不算啊，这个而且那是当面啊，这个你想斯塔默当面去问川普说你给我开了吧，他说不开啊，就不给你开。那么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现在这个被封掉了啊，这个 Fable 5被封掉了，而且你的这个系统提示词也都拎出来了，那是不是中国模型就能追上了呢？啊，那么要注意啊，重点其实不是模型，而是工作台。在6月13日前后，质谱 GRM 5.2 就发布了，对吧？ Z 点 AI 质谱的 5.2 就发布了，而且呢，这个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很强啊，而且它是直接开放权重的，大家就都可以去用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就特别有意思，在6月18号左右呢，有一个推文啊，在 X 上就发酵了，说中国的这些大模型啥时候能够达到 Fable 的这个水平呢？对吧？然后这个有一位好事者就跑出去回答这个问题去了，他说我估计到明年 Q1 吧。这个好事者呢，正好叫埃隆·马斯克啊，他就回了这么一句。然后呢，看到埃隆·马斯克都亲自下场回复了，质谱的 CEO 唐杰啊，赶快到埃隆·马斯克后边去回，他说我觉得可能不用那么长吧，对吧？回复了一下，他就觉得可能到不了明年 Q1，他就可以追上 Fable 的这个能力。最后，埃隆·马斯克又回了一句，说基准测试上也许你是能够追上的。但是如果按照真实实用性来衡量 ，Q1 都是非常惊人的。Anthropic 追求的是实用的智能，这不一定体现在 benchmark 上，但一定体现在收入上啊。所以他写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你要这个质谱一年也就挣1亿美金，对吧 ？Anthropic 一年能够挣到多少？一年能够挣到400多亿美金啊，这个应该是有了吧？这个是完完全全差着等级的啊，所以这个质谱的人应该就不会再在这个后边回复任何东西了。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啊，马斯克反正也是说你们会追赶啊，但是呢，追赶上的东西其实只是模型啊，以及在这种基准测试上你能追赶上，但是呢，在实际解决问题上。马斯克认为啊，中国模型依然是赶不上的，所以跑分追得上，并不是真实的工作流能追上，对吧？真要追上 Fable， 你要去靠什么 coding agent， 要去靠文件系统，要去靠整个这一套东西才能追得上。中国开源模型要追的不是 Fable 啊，而是 Fable 背后的整套的工作台，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 Fable 这12万字的。这个系统提示词，你要把整个这玩意儿都学会了，才有可能追得上。而这个东西呢，是怎么说呀？就是它的迭代更新速度是极快的，对吧？它可能要比大模型啊要快得多。咱们现在使用 Claude Code 也好，使用 Codex 也好，每天升级啊，你说今天没升级啊，那肯定有问题了，对吧？但你想大模型这玩意儿得几个月才能升一回级。而系统提示词这种东西，应该比我们使用的 Codex， 比我们使用的 Claude Code 或者 Open Cloud 这种东西升级更快啊，所以啊，这个想要追上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么咱们换回来讲啊，这个提示词里到底写了什么呢？首先讲一个最有意思的点吧。很多人呢都觉得上来应该先写我是谁啊，我是 Claude Mythos 大模型，我是 Claude Fable 大模型，是不是上来先写这个呀？不是的啊，他们上来写的东西特别神奇，就是上来一共1500多行吧，然后第4行就写了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叫不要使用 voice note 啊，写了这样一句，相当于什么呢？你看老范在这儿做这个直播啊，上来先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是不是讲的这个？先告诉你我是干嘛的，我今天要干什么，对吧？要讲这个。而如果今天啊，老范在这儿做直播，上来第一句话讲什么？我最讨厌大家给我发微信语音了啊！这个只要有人给我发微信语音，我就不回复了。这个是不是觉得非常奇葩的一个东西，对吧？但是 Claude 的这个 Fable 5的系统提示词上来先就讲这句话啊，这个大家好啊，不要去给我发这个 voice note 啊，其他的都不重要。但很多人就测试过啊，就是当年这个 Opus 4.8 发布的时候，你经常问他说你是谁呀？他会回答说我是千问啊，我是 GRM 啊，我是这个质朴啊，经常回答这种东西，对吧？那你说他系统提示词里难道没写这部分吗？还写了啊，确实写了，但是呢，写的位置非常靠后，就是告诉你说，哎，我是 Claude Fable 大模型啊，这个地方写在哪儿呢？一共是1585行啊，他写在1351行的位置上，写在这儿了啊。上来先写的第一句话是不要使用 voice note 啊，是上来先写的这个。其实对于 Anthropic 来说，这种模型自我认知根本就不重要啊，它无所谓的，对吧？这个怎么干活才重要啊？这个到底你说你是谁？说错了，说错就错了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吧？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对于他来说，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很多人一看，哎呀，你看 Opus 都承认他自己是千问了 ，Opus 都承认他是质朴了，他还说别人蒸馏他呢，他也蒸馏别人去了，人家根本就无所谓。那么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呢？对吧？比如说它里头还有这个语气，对吧？它有专门语气和格式的要求啊，这个它是有的啊。说我们应该如何去跟用户聊天啊？它要求的是 Claude 要尽量的温暖善意，不要假设用户判断力差，就不要上来说你傻吧，对吧？你是不是不会开车？咱们经常在街上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下来都说你会开车吗？对吧？这个说 Claude 你不要干这个事儿啊，不要去质疑用户是傻子，专门把这东西写在系统提示词里的啊。所以如果啊你真的被 Claude 质疑了，先检讨一下自己啊，人家都已经记在系统提示词里了，你还被质疑了，一定是有问题的啊。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叫做list and bullet list and bullets， 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写这种条目打点啊，打1、2、3啊，打这个东西。这个列表规则它说要求拒绝用户的时候不能使用项目符号列表啊。比如说今天你要问我一个事儿啊，我拒绝你，我不能说1、2、3啊这样去拒绝你，这事儿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条一条列出来啊，就好像是处分决定一样啊，这个太冷酷了。我们要照顾用户的心理，要让他比较舒服一些啊，所以要这个拒绝你的时候，一定要给你写一段话啊，不能写1、2、3，它里头写了好多这样的东西在里头啊。那么 Fable 的提示词里面最像产品经理的地方，就是他知道拒绝也要有体温啊，不能把用户当做这个违规工单来处理啊，这个是非常强的。我觉得他比很多咱们去写这个 QA list 的这些人要有人情味的多啊，要更加产品化一些。而且上来了以后，先说不要做这个voice note 啊，这个它一般是这样，就是我们写提示词的时候呢，越靠前的部分一般是什么？就是最后一次出的错误，或者是特别严重的错误，它给你写在前头。那么讲到这儿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它这个系统提示词呢，不是用抽象的方式写的，而是用枚举的方式写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做系统的时候，我们在做各种定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叫抽象，你要做一个好人啊，你要善良，你一定要认真的工作啊，这个实际上就叫抽象，或者说我们在
把这个事情变成一条一条的规则。然后什么叫枚举呢？就是一次一次举例子啊，你要做一个好人啊，看到路边老大爷摔倒了，你要去扶他一下啊，这个叫做一个好人，这个就叫枚举。而这个谁呢 ？Anthropic 的这个提示词基本上是按枚举的方式写的，而且写了大量的反例，什么样做是正确的，什么样做是错误的啊，你才可以继续往前做。他这儿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吧，他比如说写到用户身心健康规则，他专门写了这么一个规则，要求 Claude 不能去诊断用户的心理状态，上来说你疯了吧，这事儿他是不许说的啊，不能去强化负面体验啊，比如说用户现在已经很烦了，你还要再怼他一下啊，这事儿他都不能干的，这个事儿老范最喜欢干了啊，这个看来我做不了他这个活，而且呢。不能提供自伤的替代技巧啊！你说我现在，想怎么自残一下啊？你说你不要干这个事儿，你换一个去吧，这不行啊，这都不允许。而且这个 Anthropic 在和用户想这个聊天的时候，如果用户想结束对话，你不能继续黏着他啊！你不能说感谢你跟我聊天，你跟我聊天我很开心，你现在要走了，你不要走，你再来回来吧啊！或者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这事儿都是不允许的。啊，你不能让用户成瘾啊，这些都是写在系统提示词里的。有一个特别真实的案例啊，叫做饮食障碍求助资源里头，提示词明确说不要导向 NEDA， 应该也是他们自己一个机构啊，因为什么呢？那条热线已经永远停用了。大家注意，他为什么举了这么多例子在里头？因为你要去给他讲道理啊，就是说你要想抽象这个结果，他其实没法执行的。你只有给他举特别明确的例子，他才知道啊，我要怎么去执行。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每一个这种负面的案例背后一定是有人出过事儿，对吧？那么他一定是曾经把一个进行饮食障碍求助的人导向了 NEDA， 然后这个人可能最后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结果。那么他就直接把这条记录啊写在里头就完了啊，他不会去写一大堆乱里八嗦的说，哎，有人求助了，你应该先去确认，然后再确认这个电话还在不在，然后再怎么去这个，他不干这个事啊，就直接告诉你别往那儿找就完了，直接把错误案例写在里头。这不是抽象的价值观，它这就是产品事故之后留下来的补丁，对吧？大家知道这玩意儿咋写了吧？啊，还有一条很有意思啊，他告诉大家什么时候要搜索，就是我们经常感觉 AI 胡说八道，为什么呢？就是 AI 经常在我们问他问题的时候不搜索，他偷懒，因为搜索需要消耗很多 token， 需要去做这个工具调用嘛。他说我不搜索，我直接在自己的这个知识库里头找一找，然后就给你胡说八道了，对吧？这个就是有问题的。那么他就告诉大家说，哎，我们应该怎么搜索呢？啊，这个什么时候要搜索呢？啊，像一个教学大纲一样告诉你啊，这个里头只要事情可能发生变化啊，就要去搜索，比如说价格、法律、政策、软件版本、公司人事、模型发布、今天、最近、最新啊，只要你的提示词里出现这样的东西了，就必须要去搜索啊，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会胡说八道啊，这个他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要搜的时候，他还专门给你举了这个反例啊，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搜这个 iPhone， 你就要去搜2026年的 iPhone， 不要去搜2025年的 iPhone， 啊，要搜最新的 iPhone 或者是最新 iPhone 2026，就是你搜索的时候，这个提示词要这么去写，对吧？他说了，只要你写了今天、现在、最近，就要先校准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一起写到搜索提示词里去进行搜索，对吧？他直接举例子说啊，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搜索完了以后，还要先看官网和一手来源，然后再做交叉验证，再给你一个结果啊。这是他怎么去做搜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更能体会到 Anthropic 的这一套系统提示词就是它的这个故障的这种修复手册啊，出了错了我怎么修的啊？它有一个叫版权红线的东西。如果是别人的文章报道或者是网页内容，不要大段的照抄，必须用自己的话重新转述一遍，特别是歌词和诗句啊，就是比如有人写了诗了，
人家问你说这个诗怎么写的呀？你不要把那个诗抄回来啊，你要用自己的话重说一遍啊。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 Anthropic 自己就背过版权官司，图书案里头有15亿美金的和解框架，音乐出版商的歌词案里头到现在还没打完呢。所以啊，他别费这劲了，直接把它写在系统提示词里。下次再出现这种问你这个歌的歌词是什么的时候，你别出。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音乐版权商是怎么去取证的呢？就问他说，哎，这歌词是什么？原来 Anthropic 就老老实实夸夸夸把这歌词原文吐出来，一个字不差。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东西作为呈堂证供交上去了。他说，你看我们这歌词是有版权的啊，你一问他什么，他就给我吐出来了啊，那你赔钱吧，对吧？那么干脆别费劲了啊，就把这个失败的案例直接写进去，以后我再也不说了啊。那么总结下来是什么？这种系统提示词的写法就是不要只写你是一位专业的专家啊，要写什么时候搜，怎么搜，什么时候拒绝，什么时候引用来源，什么时候少解释，而且要写反例啊，我到底是怎么错的，哪个是错的，哪个是对的啊，并且呢排在一起去给模型去看去，要把事故写成修复的这个手册啊，修复日志啊，这个原来出过事故啊，我们怎么修复它？就跟前面咱们写的，不要出这个 voice note 啊，这个如果有人这个厌食症了，你不要把它送到哪儿去啊？如果有人搜索了这个叫做歌词，不要把原文给他啊，这就属于是你已经出过事故了，维修手册就这样了，对吧？哪次推荐错了这个热线啊或者什么，你都要把它都写进去。真正高级的系统提示词不是人设，而是伤疤长成的手册。我曾经干过一个什么事儿，其实你看很多老师傅在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么教的。然后这个有一规则你要去记住啊，然后就开始给你讲，想当年啊怎么回事，对吧？这个 Anthropic 这12万字的这个系统提示词大概就是这么一套东西出来。那么 Anthropic 这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的叫什么呢？叫Artifacts 啊，这个东西呢，可能是下一波最容易被各家抄作业的一个小功能。这个东西的中文呢叫工件啊 ，Artifacts。但是呢，我们可能更好的一个翻译叫 Claude 作品窗口，就是我们在使用 Claude 这个APP 的时候，或者是在使用 Claude 网站的时候，它呢是分3栏的啊，这边是一个这个。最左边呢是一个这个列表栏啊，就是我们跟他有多少聊天啊，在这边。中间呢是聊天框，右边这一块啊就是各种的结果展示。因为呢你要的很多东西，其实在聊天框里头出泡泡，它是展示的不好的啊，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泡泡里跟它继续交互。所以很多的这种文档啊、代码呀、网页啊、图表啊，它都会在右侧给你去展示一下。啊，这个原来的这个其他的这些模型呢做的就要差一些啊，它在这块就给你做好了，而且在这一块呢，系统提示词里头也专门写了，就是我们做好的这种作品展示的小窗口呢，我们是可以存下来的啊，可以读取，可以写入，可以删除，可以列出，而且呢，以后这些东西就通通都可以复用啊，咱们这个 MCP 啊，它其实 MCP 也是 Anthropic 提出的这个。标准啊，就是让这些大模型可以去调用外部的接口。Skills 啊，也是 Anthropic 提出的接口，相当于什么？我们可以把能力包装成一个工作手册。现在呢，又出了一个东西啊，叫 Artifacts， 这个呢就是前台作品容器啊。如果我们把这个 Skills 的结果做完了以后，怎么能够又漂亮又这个方便的给大家展示出来，还可以让大家在让用户在这个小的组件里做一些交互，比如说有几个按钮需要摁一摁啊，需要稍微输入点什么东西啊，是吧？不要都在聊天窗口里头啊，要稍微丰富一点点。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存起来去复用的啊，这块大概率会被别人继续去抄袭。就是基本上现在咱们使用的这个 AI 很多的标准都是 Anthropic 定的啊，所以 Artifacts 是 Claude 的前台窗口。他自己呢还有一个专门给前台窗口去做的这种虚拟机，叫 Claude， 叫 Claude， 算了，我就不给大家念这个词了，反正大概意思是 Claude 的盗梦空间啊，是这样的一个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前台的这个小窗口在运作的时候，它实际上后台有一个小的虚拟机，它可以在里边再去调用大模型，再去跑一些代码，再去做一些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操作啊，然后最后给你把这个结果跑出来。这些东西呢，通通都可以存起来啊。过这一步过去，聊天就开始变成了应用生成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它这个整个的12万字的这个系统提示词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Anthropic 正在尝试把客户端Claude Code 或者是 Claude Cowork 这些东西重新吃进服务端去，我要把它重新吃回去那么 Anthropic 真正的方向是把 Claude Code 的工作流内化到 Claude.ai 的服务端去。现在呢，根据放出来的这些文件来看它的 computer use 就是怎么去进行计算机操作的这些模块都是很多是可以直接在后端就跑的，而且呢有很多这种就是包括技能清单怎么读写文件，怎么跑代码，怎么做 PPT， 怎么做 PDF 什么的，通通都是在服务端上去有的这些东西他会教 Claude 怎么去读文件，怎么写文件，什么时候创造 Markdown， 什么时候去创造这个 Word 文档，什么时候去做这个叫 Artifacts就是他们这个叫小组件什么时候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以后不需要 Claude Code 的这种客户端了它在服务端一次给你搞定。所以 Claude Code 的终点不是命令行，而是被 Anthropic 吃进服务端，变成每一次聊天背后默认的一个工作台。这也是为什么前面马斯克讲了说你们可能跑分能够跑到跟 Fable 一样，但是你要想解决问题你差的还很远大概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系统提示词呢，确实是可以干很多很多奇葩的事情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这个大家都知道 OpenAI 是不可以给中国用户使用的，对吧？但其实呢有一个服务叫微软云服务很多的中国企业都是通过微软云服务去使用 OpenAI 的 API 的他们在中国境内使用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微软呢也出了一个政策，在2024年的10月21日出了一个政策，中国内地的个人用户不能够再通过微软云去订阅这些 OpenAI 的入口了，但是企业用户仍然是可以去订阅的。而且呢，它有一个巨大的客户叫做字节跳动就是字节跳动每年向微软云去交的这个 OpenAI 的订阅费是上亿美金的非常非常多那么有些个人说我们还想用微软云的上面这个 OpenAI 的接口怎么办呢？国内是有代理商的这些代理商或者说叫一些中转站它是可以通过审核的在中国可以合法的给大家提供这是至少合中国的法律吧，提供 OpenAI 的 API 服务。那他们是怎么干的呢？就是写系统提示词在系统提示词里头把这些中国政府要求的所有合规的这些选项都给你写进去那么它就可以在中国国内因为我见过他们申请的这些证书就是真的是在国内已经申请到了 OpenAI 在小范围内使用的一些证书，对吧？他们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前提也是你从它这个接口上跑的这些 token 要相对贵一些，因为它等于在你的系统提示词里加东西了嘛，对吧？所以系统提示词还是可以干很多事情的讲到这儿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去使用这些 token 中转站那你也不知道它在你的系统提示词里头到底都加了点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么下一个问题，这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能抄吗？能学吗？这到底有什么用呢？先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特别逗的。当这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出来以后，马上就有人干了一个事儿，叫1行代码复活 Fable 5。他们怎么干的呢？直接把这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塞给了 Claude Opus 4.8， 说来吧，你看一下这个 Fable 5的系统提示词，照着干活去吧，对吧？然后这个 Opus 4.8 就可以达到一部分的 Fable 5的能力
但是呢，也只能叫一部分能力啊，或者叫看起来像 Fable 或者叫 Fable Lite 啊这样的一个能力。原因呢很简单啊，这个系统提示词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方向盘，模型权重呢是发动机，工具链呢是道路，服务端环境是城市，分类器是交警，计费系统是收费站。就是你把方向盘抠下来装在别的车上，最多只能让它的开车姿势稍微炫酷一点点，但是你想跑同一套能力出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啊。但是你可以拿这玩意儿去骗人了啊！你把这个系统提示词，你比如说你扔到这个质朴 GRM 5.2 上去啊，你说我现在给你卖这个 Fable 的这个大模型啊，你是有可能能骗得过去的，但是效果肯定还是有差距啊。所以这个东西啊，直接去移一行代码复活 Fable 5就是一个笑话，大家听一听就可以了。那你说我们能抄这东西吗？对吧？既然有了，我们是不是抄下来就提升了呢？首先讲啊，直接抄肯定是没用的，但是呢，值得学习啊。但是要怎么学呢？要学它怎么去写拒绝啊，要学这个版权的一些规则，要去学它怎么去写这种小组件啊 ，Artifacts。怎么去用这个技能，怎么去做搜索，怎么去做缓存，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值得去学习的。他写这套东西应该是会领先全世界啊，包括国内的，包括美国的这些AI 厂商，它应该都是领先的。所以各家肯定都会去参考啊，这个不会有人照抄的，但是都会去参考。没有人说，哎，有这东西我坚决不看啊，我特别有气节。别讲这个，谁也没有这气节，对吧？因为每个国家啊，因为每家的模型呢，它的能力啊、工具接口、这个产品边界、法律风险，包括中国的这些模型法律风险，肯定跟它那个是不一样的。包括计费系统大家也不一样，用户群也不一样，所以呢，大家会把它这套系统应用到我们自己的体系里去啊，这个事儿还是会的。所以它这个12万字的系统提示词一暴露，各家的服务能力应该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系统提示词可以抄出一点味道来，但是抄不出一家工厂来啊，你是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抄出来的。真正能够被复制的不是 Fable 的话术，而是 Anthropic 搭工厂的这个方法啊，这个事儿还是可以学习学习的。那么未来的话，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HarnessAgent也是开源的，有一部分是开源的，但是呢，并不都是开源的啊，大家要注意。咱们现在讲的什么 Open Claude 就是龙虾这玩意儿是开源的啊，也就是跑系统提示词这套东西啊，它负责什么上下文啊、计划呀、工具的调用啊、文件的操作呀做这些事情，对吧？但是并不是每一家都开源，而且现在呢，每一个公司自己都在做自己的 HarnessAgent 啊。现在跑的最多的也就是 Open Claude 啊，另外一个是 Open Code， 它是一个开源的 AI 编程智能体 ，MIT 的 license 支持多模型、很多的这种这个编程语言啊，可以同时在终端和桌面上都可以跑。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小米啊，这个小米的 Mimo Code 就是小米直接在 Open Code 上去分支去做的啊，而且它这个项目已经开源了。上头直接写的说，我这个就是从 Open Code 里头派生出来的，保留了 Open Code 的能力，增加了记忆、上下文管理、子智能体和自动循环啊，以及这个如何去通过做梦啊，通过蒸馏去做一些这种自我提升的事情啊，已经写好了。然后其他的呢，你比如说Minimax 啊 ，Minimax Code， 我今天去做口播稿的时候也用到了，这上头也写了，他说我们用了是 Open Code， 还有一个东西叫 P Agent。未来呢，计划开源，但是现在还没有开源。Zcode 也就是质朴也自己做了一套，这套它是不开源的啊，所以质朴以后会准备做自己家的这个Claude Code 类似的这种工具，叫 Zcode 啊。现在这个 Zcode 应该可以下载吧？不是以后啊，现在应该就可以下载来使用了，但是具体用的怎么样还不知道。DeepSeek Code 啊，这块呢也在做，这个呢就是DeepSeek 融资了500亿人民币以后，正在招募团队，正在开始开发，所以现在到底会做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啊。其他的这个 OpenAI 的 Codex 官方就已经开始支持
外部模型了啊，原来只支持他们自己家的模型，这几天是在支持外部模型，但是我自己配并没有配好啊，反正配的不是很顺利，所以我现在又回来了，老老实实跑我的$20额度去了。Claude Code 的生态特别有意思，它就是它从来不说我允许你外部人去改这个东西，允许外部模型去用，但是呢，我们其实一直在用，就是我用了很长时间 Claude Code 都是使用的Minimax 啊，使用的这个 Kimi 啊、质朴啊或者什么这样的模型在用啊。当然我最近是订了1个月的 Anthropic 的套餐啊，所以我现在我也可以直接用Claude Code 的这种啊，就是直接用 Claude 的大模型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呢，它也是对外在开放的一个系统。马斯克呢也在干同样的事儿啊，刚刚$600亿收了 Cursor 啊，其实也在干同样的事情。所以大模型开源只是第一波，现在呢就是 HarnessAgent 啊，这个现在很多开源的大模型公司并没有把 HarnessAgent 开源出来。那么为什么？就是你虽然模型开源了，但是呢，你要想把它部署好，要想让它发挥原来的这个能力，你就老老实实回我这儿用来。所以我们比如说可以在阿里的百炼云上去使用 GRM 的模型，使用 Kimi 和 Minimax 模型，但是我们不要去用。如果你想要用这些模型，一定要到原厂的那个这个平台上去用啊，因为它的这个系统提示词以及它自己搭建的这套 HarnessAgent 只在它原厂工作，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包括这个叫谁呢？字节跳动做的火山引擎上的 Coding Plan 上啊，也是有 Kimi、有 DeepSeek、有这个叫做什么啊，有这个 Minimax、有质朴都有，而且最新的都上来了，对吧？但是不要去用啊，因为它这个上面是没有这些大模型厂商自己的这套系统提示词，也没有它自己的这个 HarnessAgent 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么这样的话，就得出了一个有趣的小结论啊，以后这种纯算力公司就没有生存余地了，对吧？现在什么各个这个移动运营商啊，很多人说我这儿开始出租算力了，我这儿买了显卡了，我自己去部署了，我把开源的这些大模型都部署上去了，对吧？大家那个上我这儿来买啊，我这儿比他们官方便宜，别费这个劲了啊，以后就没有这种生意可做了，对吧？那以后怎么做呢？你像质朴现在就玩的就是以前游戏公司那套活，咱们合作吧，你成为我的代理商，我去部署，部署完了我收钱，收完钱我给你分，对吧？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方式了。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些 HarnessAgent 包括这些系统提示词直接应用到这些AI 算力服务商的这个集群上去。如果你说不啊，我一定要自己部署啊，我要用开源的，别费这劲啊。为什么呢？因为开源的，比如说像 Open Code 这些东西，它更新没那么快，对吧？这个东西更新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些开放的这种HarnessAgent，他们会干一个什么事儿啊？他们会同时去兼容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对于特定模型和特定工具的兼容性一定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一定要用原厂的啊，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注意啊，不要相信说，哎，这个是一个算力公司啊，那么他自己有模型，自己去部署他的这个算力系统做的还比别人好啊，这个别想这个，就是像国内比如硅基流动这种啊，他的日子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过了以后。那么最后的结论吧，这个 AI 从模型时代进入了 HarnessAgent 的时代。虽然我们原来在客户端上啊，我们也做了好多 HarnessAgent， 比如说龙虾啊，比如说爱马仕，比如说 P-Agent 啊，但是按照 Claude 现在干的这个活来看，就是从这12万字的这个系统提示词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系统提示词不是魔法，它是一套产品规章啊，这个能力不只来自于模型，还来自于工具链和运行的环境。控制权在服务端，谁路由，谁计费，谁降级，谁下线，谁在掌握这个 AI， 都在服务端搞定了。开源要追闭源，不只是追权重啊，原来大家都在比权重，包括质朴都在比权重，以后就要开始追 HarnessAgent 了。最后我的判断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 Anthropic 公司啊，这个反复跟大家强调过。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质朴啊，就是想学 Anthropic 的我都不喜欢。这个，但是呢，
Anthropic 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它通过一次一次的代码泄露，客观上拉着整个的 AI 产业链在前进，对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第一次 Claude Code 代码泄露的时候这个 Open Code 也好，或者其他的一大堆的这些工具也好，就诞生了。原来其实大家追不上了那么它代码泄露了就来了。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Claude Code 又泄露过一次，我们也都做过节目然后这些公司就又在进行大规模的升级现在的连系统提示词也泄露了，泄露了以后，其实大家就可以去猜测，或者是逆推它的服务端环境是什么样了那么所有人包括 OpenAI、XAI 都会去干嘛？都会去照着它这套系统提示词去重新优化和升级自己的系统这个事儿都会去干的。所以它适时的拉动了整个行业的前进甭管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吧。最后 Claude 的系统提示词要求是用户想走不能要求他留下来。但是老范没有这个系统提示词所以这个我还是要求大家听老范的节目一定要记着点赞下次还要来，对吧？感谢大家收听这个还是要讲清楚的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看看大家有什么评论吧。Fable 5风味模型对，你就拿 Fable 5的系统提示词去灌，就是 Fable 5风味模型了。ET 是东部时间 ，PT 是太平洋时间，也就是加州时间它美国不是好多区吗？为什么就俩呢？现在有办英国手机号的途径这个哪儿的都有，就是办手机号这件事并没有那么费劲晚上好你好，注册 OpenAI 和 Claude 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其实手机号 Claude 就是 OpenAI 在一开始是验证手机号的 ，Claude 一开始是不验证手机号的。Claude 你随便拿一个邮箱就注册了，我就是随便拿个邮箱注册了，然后充值就充进去了，不要手机号了。统计一下有多少人已经当家长了，又有多少人上岸了？上岸指的是什么？没想明白Anthropic 是真的坏，教别人这样做，自己那样做，这个反正这个就没法讲了。上岸是说考公务员吗？这个不知道它具体指的是什么。画面和声音不同步吗？同步吧，我看一眼，我的声音现在走的是没问题走的是这个摄像头的声音不要让客户觉得自己傻，这一条得打印出来贴墙上，下联是让客户以为自己是大聪明，这个也不行人家肯定不干这个活的。那个是青鸟的那个是青鸟吧？鸟是繁体字什么意思？还是 DeepSeek 便宜DeepSeek 是肯定比较便宜的。你们研究人工智能我研究生娃，多生娃，每个领域去部署1-2个，总能有开花的这个你的娃同意了吗？你就往去部署。讲究的就是一个广撒网你真广撒网，你有马斯克的儿子多吗？对吧？这个我就善于研究原生的东西努力生。关于上岸，我觉得凡是要做了父母的人，永远不会上岸的。英文里头有一句话，意思就是当你做母亲、父亲也类似的时候，你的心就活在你的身体之外了。好悲催这个事情。有多少人今年娃要高考的，特别是在北京的不知道。反正我们家娃没有这事儿，我们家娃现在上大学上的开心着呢。跟你10年前想的一样不这个我觉得娃要高考这件事还是让他们自己慢慢消化吧。这跟今天主播的题目不一样回头对
你可以单独聊啊。对，你不要跑题。听说北京有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叫做莫斯科餐厅，老范有没有吃过？吃过，老莫嘛，非常非常有名啊。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最后一次去吃莫斯科餐厅是拉肚子了啊。这个它是国营的啊，在动物园边上啊，应该在动物园里头。动物园跟北京展览馆旁边一个地方啊，就是真正的莫斯科餐厅。现在我想吃俄餐的话，都是去吃俄式厨房啊，或者是基辅罗斯。基辅罗斯我忘了在北京还有没有了，反正以前我吃过。俄式厨房效果还是不错的。来顺德玩了啊，桑拿鸡可真好吃，还有水牛乳啊，水牛乳我没听说过这东西。桑拿鸡好像也没吃过，是你一边蒸桑拿一边吃鸡吗？明天去吃蒸排骨啊，这个顺德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的。莫斯科餐厅有莫斯科姑娘吗？没有，都是这个中国人啊，早就国营了。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家里头是莫斯科餐厅的厨师，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小卖部送一些这个点心来啊，那玩意儿是真好吃。莫斯科餐厅真的一般，当年应该有啊，什么意思啊？这个应该好像不怎么有这东西。我莫斯科餐厅大概一共吃过2、3顿，很贵，但是味道真的一般。朝鲜姑娘是在朝鲜餐厅里有啊，但是，我是在珠海啊有一家朝鲜餐厅，因为当时去金山出差啊，因为当时猎豹移动是金山的子公司嘛，跑到金山出差，就在金山大厦旁边啊有一个朝鲜餐厅，都是朝鲜姑娘啊，明显的是，第一个长得很好看啊，然后呢都是那种比较扁的那种脸，能歌善舞。后来传说是，这个80后啊，就是他有一个哥哥，还是有一个什么人是住在珠海的，所以呢就在这儿设了一家餐厅，就近监视，啊，这个确实是有的。出来打工赚外汇的啊，这个确实有啊，这个确实，但是他们可能还有更复杂的要求。家厨来了嘛啊，他擅长餐厅的事儿，他好像没看见他。微软云这事儿现在才爆出来，就是微软想脱离 OpenAI 模型后爆出来敲打微软，这个其实真不一定。这个我原来在我想想是24年就跟一个微软的人聊过天啊，那个人就特别气愤，他气愤什么呢？他说印度人老跟微软的那帮人去吹牛啊，说这个印度应该去建微软创新中心。我们印度有多少人要用微软云？我们印度有多少人要用买微软云上的 OpenAI 的这个 API， 然后卖了多少钱？其实他那个钱很少的，没多少钱。他说真正大单全在中国，中国给的钱是印度的多少倍，甚至是几十倍那么给。但是中国有一点特别神奇是什么呢？就是甭管是微软这头还是去买微软服务的这些企业，在签购买协议的时候都会搭 NDA 啊，也就是保密协议。就是事情咱们干了，但是谁也别说，对吧？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点。所以为什么豆包长得跟大家都不一样啊？就是其他人都是去蒸馏的 Claude， 豆包蒸馏的是 OpenAI 啊，豆包就更像 OpenAI 一点点。用微软云的都是不差钱的啊，这个大厂肯定不差钱嘛。微软云早期可以用教育号去薅羊毛的，后来不行了，不对 C 端用户了。是的，他最后是刚才我不是讲了吗？2024年就把这事儿停了，因为微软自己搞不定那个牌照啊。后来是有一些小的这种公司搞定了一些小范围的牌照，但是也不敢大范围卖。这个不太像真的要是这么写的话。能把所有的例子都写完了吗？啊，这个应该是真的啊，只是不全。来看大哥当年薅了不少啊，这个看来大哥当年薅了不少啊，那织件毛衣吧。
我没有 EDO 域名啊，薅不到啊。我是用 EDO 域名，用我儿子的 EDO 域名去薅过谷歌的。我那个账号应该到8月份啊，到现在还没过期呢。但是我现在 Gemini Pro 基本上不用了。擅长哪朵云啊？这个其实谷歌云还是要更方便一些。对 Gemini 很好用，我怎么觉得亨利像是家厨的马甲啊？这个应该不是，家厨比他啰嗦多了。229个人在线，为什么发言的这么少？你们都点赞了没有？对吧？都点了赞才可以离开哦。有没有可能是员工故意泄露的？这个事儿呢就不好说啊。每一次他们泄露东西出来，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故意的，但是我觉得反正 Anthropic 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草台班子。今晚的话题太科技了啊，没有激发大家的荷尔蒙啊。是的，今天这个是稍微科技了一点点。这几天 C 罗压力啊，这个球的事情咱就不懂了。世界杯支持哪支球队啊？我哪个我也不支持。现在我看到的大量广告都是哈兰德，对吧？这个就号称是魔人布欧啊，那个是看了很多，但是它具体是哪个球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不知道。Fable 和 Opus 以及 Mesos 都是啥区别啊？这个 Opus 要小一些啊，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来说已经足够了啊。然后 Mesos 呢是叫神话，对吧 ？Fable 叫预言啊，预言呢就是在神话基础上加了一个壳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让它更安全一些。C 罗听领导的，有钱拿就行了啊，这就不知道了。Cowork 进展说一说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这个 C 罗我们就不研究了啊。看来 Claude 系统提示词里都是过去的失败经验总结，反观人类自身，天生远离火腐败的气味，不吃自己的粪便，基因里头也记满了各种以前各类生物失败案例，其实就是这样的。朝鲜餐厅在每个省会都有啊，这个我反正没吃过那么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珠海那家，是真的朝鲜人啊，朝鲜姑娘，然后在那里能歌善舞，在那儿唱啊，在那儿跳啊，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好啊，我们差不多讲到这里了，看来你们都点赞了啊，所以现在有247个人了啊，以后应该开始的时候多要点赞，或者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先默认的点一个，自觉点一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准备休息了。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啊。明天的话，睡个懒觉啊，因为礼拜六早上是没有节目的。然后礼拜六的话，去录一期这个美国是不是给中国人挖坑的会员节目吧？啊，这个看看每个人的不同见解。后面的话跟大家去讲，DeepSeek 500亿人民币的融资啊，3个这个特别苛刻的霸王条款，为什么大家就敢签啊？讲一些这样的故事就可以了。我看还有什么啊？我觉得老范可以每期搞个抽奖，这个抽奖什么的送1个 token， 哎 ，token 太累了。好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记得下次再来啊，我们这个欢迎沉迷，哈哈。